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妮妮和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车又来》第2季第7集。这一集主要讲弗赖和艾米在一起，班德利用爱情赚钱的故事。由于艾米所有科目都考了 C， 因此父母决定奖励她一辆车，而今天就是她的购车日子，班德也要跟着一起去，因为他的屁股必须要去做修理。召回声明说他一旦发生撞击，就有可能着火。我们走吧，班德。4人来到 4S 店，维克多主动上前。作为一名合格的推销员，他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把好车推荐给美女们。比如这辆罗密欧测试型十字形的安全带，不仅能起到保护作用，还能分离驾驶员，简直就是居家旅行的必备良品。一旁的弗赖正在喝免费咖啡，一位地中海却走过来向他推销汽车，只要拥有这辆车，你就能像一个真正的男人。可弗赖对车并不感兴趣，重要的是他没有钱，但地中海依旧不依不挠。我想你是不是建议别人怀疑你的性取向？没错，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不怀疑？很简单，只要你买了这辆车。另一边的艾米也被维克多蛊惑，在他精湛的演技下，艾米决定斥巨资买豪华版汽车。售后维修部，班德终于修好了屁股，班德却很不高兴，你居然丑化国家瑰宝，快赔钱并恢复我臀部的光辉形象。修理工照做，但他警告班德，以前的屁股迟早会发生爆炸。最后在经理和维克多的帮助下，艾米成功花8万买下豪华版汽车，整体售价高出2万5千元。开车回到公司，赫米斯对着自己大叫，原来情人节快到了，他想给自己请1天假。弗赖懊恼，他怎么又忘了找女朋友，邀请莉拉一起过节，人家还不同意。既然这样，他还不如和艾米去水星上兜风，尽管那上面有沸腾的铅水，岩浆的海洋。两人说走就走，听着歌，吹着空调。弗赖墨镜一戴，谁都不爱。空调越开越大，油量越来越少，但2人丝毫没有察觉，因此错过最后一个加油站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在车上调酒和烤馅饼，于是车子很快熄火，而距离加油站还有4750公里。幸好艾米有紧急救援电话，其实是在为视频电话做准备。通话结束，对方告诉他只需要等几个小时，因为水星距离太阳很近，两人的衣服早已湿透。看着艾米万年不变的运动服，弗莱忍不住问，为什么你这么有钱还要穿得像个洗衣工？艾米回答，因为我的父母总要求我举止要淑女。两人就这样一直聊到了太阳下山，救援人员还以为孤男寡女会擦出点爱情火花，结果竟然只是在打扑克，他大失所望，只好乖乖拖走汽车。第2天早会上，赫米斯打算搞点事情。他问有人整晚在一起吗？大家回答没有，除了弗赖和艾米。众人吃惊，两人开心，莉拉生气。班德说，看来弗赖终于钓到了一个不错的女朋友。艾米不仅有钱还有钱。莉拉却表示爱情和钱没有关系。那约翰既穷困潦倒又孤苦伶仃也是巧合？当然不是，那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。约翰默默流泪，他表示两人太幸运了，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结束单身狗生活。如果自己没有那么穷的话，听到人们会为了爱情不惜金钱，班德立马想到一个好主意。他在公司开了个电脑约会安排服务，就是给人们提供爱情帮助。而弗赖和艾米则继续甜蜜。没想到班德的约会服务还很火爆，第1位客户就是扎普。在班德的忽悠下，扎普对这次服务十分满意。甜蜜结束，一切都很好。艾米还邀请弗赖又去木星兜风，但当他说喜欢和弗赖在一起的时候，弗赖却震惊了。他认为艾米已经把这事儿当真，而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个专一的男人。看来他一点也不懂女孩子的心。莉拉觉得他反应过度，弗赖却不这么认为。嘿，你看，他让莉拉跟他们一起去木星，莉拉没有同意。情急之下，弗赖只好拉上约翰。约翰兴奋不已，光速解决掉艾米准备的便当。艾米虽然不悦，但还是邀请弗赖明天去看电影。弗赖大怒，陪你过情人节还不够吗？还要看电影？他认为有必要和艾米好好谈谈。于是约翰坐上了驾驶位。正当弗赖准备跟艾米分手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你来开。他的身体被严重损坏，好在约翰及时做了手术，让他的头还活着。这下两人不得不在一起度过更多的时光。回到公司，约翰承诺会在几天后修好弗赖的身体，弗赖则向艾米保证尽量不会干扰他的生活。弗赖，抱歉。两人再次来到传处室，弗赖最终向艾米提出分手，艾米果断同意，还要约人共度情人节。弗赖一点也不吃醋，就算没有了身体，他照样能吸引各种女人。班德的约会服务还在继续，虽然他已经赚了不少钱。莉拉无事不登3宝殿，也想来个爱情服务。班德坐地起价，两人最终以600美元成交。结果莉拉刚出来，弗赖就邀请他共度情人节，但太晚了，弗赖只好求助于班德。晚上，艾米精心打扮和猛男约会，班德为弗赖找来了一个漂亮老太，还趁机
己搞了一把营销。接着他又为莉拉找来了一个邋遢大叔，结果漂亮老太和邋遢大叔在一起了。原来班德是在公交车站给他们找的约会对象，只要大叔一声呼喊，几乎所有的另一半都会跟着他陆续离开。而艾米和猛男则准备去野外谈论火箭弹战争的事儿。弗赖气得想撞墙，莉拉听见他的抱怨后，从一旁走来替他解围。弗赖非常感激，约翰也终于修好了弗赖的身体，除了背鳍，一切都像新的一样。教授本来还想在他胸口移植一门激光炮，可弗赖没有同意。对于他破坏自己的约会，艾米也不生气，并说如果自己感到孤单，可以看着伤疤想他。弗赖松了一口气，不过手术好像留下了后遗症。但这并不影响莉拉喜欢和他在一起。班德虽然随便在车站找了些人来骗钱，不过归根结底，情人节不就是这样吗？他开心地拍弗赖的脖子，结果却引火烧身。爱情真的与钱无关吗？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。如果真的无关，班德又怎么会因此大赚一笔？哪有什么爱情服务？不过是在利用人们对于爱情的盲目。而之所以会盲目，大概是因为以为只要付出行动和真心就能收获爱情，但结果却换来遍体鳞伤。因此人们只好相信金钱，尽管可能还是会受伤，不过外在的伤远远比不上内在的伤。没有面包的爱情无法长久，没有爱情的面包无法下咽。年轻的时候总是意气风发，毫不犹豫就选择了爱情，结果到最后才发现自己不仅没了爱情，也没了面包。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天上也不会掉馅饼。想要有收获，就必须得有付出。爱情不应该拿来挥霍，面包也不应该被歧视。所以最好的爱情大概就是两者相互，会为了对方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是草泥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